好吧，傅昆萁今天在花莲办第一场的反罢免造势哈，因为他现在也变成民进党打击的首要对象，很多大官都去你们助阵，住在那边哈，那找了不少人去哈，那结果呢，这个因为民进党说他是首恶哦。那他今天在花莲举办2场，上午1场，下午1场哦，因为好不容易这些人去嘛哈。现在花莲蛮麻烦，很多去的时候有飞机，回来没有飞机，哦，去的时候没有飞机，回来有飞机，所以你很难去回来都飞机，所以回来你要一坐火车就将近3个钟头，所以几乎就是一天都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干脆上下午都办哈。那另外呢，这个馆长也喊说他原来也很讨厌傅昆萁哦，跟他吵架，但最近呢觉得。他没有愧对花莲，这个花莲不错啊，帮了花莲争取很多建设啊，等等哈。当时也到大陆推销花莲农产品，经常骂。你看看这个去跟老共哦，不知道私下搞什么哈。其实花莲、台东它很多农产品它是需要外销，那不外销又遇到风灾、遇到地震，那怎么办呢？哦，那但是呢，同样的在今天哦，知道花莲那边办哦，台北哦，然后呢这个南投哦，然后呢花莲同步搜索，屏东跑到台北来搜索。屏东地检署跑到南投去搜索，干嘛呢？就要办哦，说呢这个连花莲县党部都被搜索，要办他们哦，在今天北中南东全部一起发动哦，然后呢突击检查、突击搜查花莲县党部，那主委哦叫做卢新荣被检察官带回去，还笑称没事，那你怎么办呢？哦，这总不能哭啊哦。好，那么另外呢，这个南投县党部总干事也被带走。哦，2个领衔人哦也被搜索，国民党现在罢绿的已经一个都没成了，还天天被搜索，天天被带走，还被羁押。哦，还有第一次五保请回了，第2次跑到家里搜索，哦，哇，让你出其不意，趁其不备，你觉得我已经交把没事了，哦，然后又发动哦，那个黄旅也是啊，第1次没事，走吧，哦，第2次突然就把他羁押起来了哈。那所以呢，陈玉珍说国民党快被抄家灭族了哈，到处去搜索你哈。那朱立伦说呢，民进党就是要歼灭在野党啊。那另外呢，今天检调发动北中南东全台大搜索，哦，所以国民党说你是不是要救大罢免啊？所以大罢免最近气势比较不好的，要搞这个，但是搞这个有用吗？任何事情不能过头了哦，适可而止哦，这个不偏不倚谓之中。当你过头了。大家就会觉得，老百姓就会觉得，哎，这个太过了哦，英文叫 too much 哦。那这个我们是讲太超过了嘛，我们通凶敲鬼哈。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花莲党部搜索，连媒体都说拿司法当武器，很不应该了哦，实在很不应该哈。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就说呢，这个他们现在又搜索乐坛主发会的党工，又去突击花莲县党部，说是不是都变成赖清德的东厂了？那翁小玲委员是说，下一步就是党中央了。他在地方这样搞，现在就上去了哦。那另外呢，吴思瑶说被罢免刚好哦，因为国民党委员集体翘班就罢免，因为国民党委员现在都要回去要顾选区啊哦，这地方除非有很重要的案子，否则大概也手那边也没有票啊，要赶快回去啊。所以呢，民进党说你看看你们这些都要去要就罢免，最好被罢免。我们看一下。蓝白在花莲大集结，力挺总召傅昆萁，党主席朱立伦亲自带队力挺，但在活动开始前，花莲党部主委被检调带回约谈。所以今天是协助询问什么案件吗？没事。据了解，主委被带回去厘清原名绿委罢免案的造假连数，是跟罢免案有关吗？今早上8点多左右呢，10几位来自台东的检调人员一大早就冲到了国民党南投县党部，表明呢要入内搜索。但当时候呢，办公室主委还有总干事都还没有到，1楼的志工呢没办法决定，所以呢，等到主委还有总干事到场之后，检调人员呢就直冲3楼搜索办公室。在竹山的国民党的党部也遭到了搜索。发现什么证据吗？
根据了解呢，疑似和联署罢免民进党平地原住民立委陈莹，还有竹山议员陈玉玲一案有关。不过当时呢，在检调侦办罢免民进党立委陈莹涉造假联署案的时候，就曾经有约谈过国民党中央组发会的副主委，还有专委，讯后呢是全部请回。而当时呢，检调就有发现，疑似呢是由民代还有地方党部跟相关人士进行的，大多造假的联署呢都是来自东部还有南部。当时也表示呢，案情不排除会扩大发展。那我看会不会到了这个726选举之前，突然去搜索中央党部？我觉得中央党部的被调查的那个，因为已经小毕都去了嘛，就是说主发会已经2次了，但是进到党部的这个必要性还家都被搜索你知道吗？今天上午小毕的家早上被拂晓搜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党中央的可能性并不低。为什么？因为上次小毕被请回嘛，没事嘛。对。今天突然到家里搜索，我跟观众朋友报告一下，我刚刚看了以后，大家会觉得很，就是完全没办法理解。小毕是国民党主工会副主任了。那因为现在在查原住民，一个陈仪，一个伍丽华，两个在意见都没过，那确实出现了死亡联署了。伍丽华有189份，但伍丽华跑去告，伍丽华讲说我是当事人，所以一阶提议有死亡联署，疑似造假，他在屏东地检署告，所以屏东地检要办。那因为他是山地原住民，所以呢，花莲有山地原住民，名册没有跟花莲有关，所以他跑去花莲了。那台东呢，在南投，所以到处交叉就对了。那因为最后会诊的还是在主发会，所以主发会会不会有这个主发会人被调查？有啊，小毕就被调查哈。但是会不会再去现场？这我倒是觉得都已经隔这么久，如果你要去掌握什么证据的话，那不是早就……所以他认为我到你家里查，搞不好你藏在家里，所以今天跑到家里去查。好，那所以我也很惊讶，你党部都搜索完了嘛，都已经去调去问了。今天而且没事，回家，突然早上清晨跑到家里搜查，不是很奇怪吗？我觉得很奇怪，这个发展会怎么不知道？老沈怎么看？这个大罢免走到今天我觉得有2个特殊人物被政党刻意拿来用，然后呢想影响选举的结果。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妥。为什么？今天连国民党虽然嫌脚步是太慢了一点，但是毕竟国民党承认现在是政党对决政党对决就是大选就是宪法没有规定的期中选举、提早选举而且被罢免的只有国民党人，没有民进党人对不对？你看美国的期中选举都还有1/3不需要改选这个是通通改选而且如果你说期中选举大家听不懂，那解散国会可以吗？这个如果你看罢免了26个，如果成功了，这不是解散国会吗？是政党对决。但是我觉得刚才我讲的2个人物，我觉得都是被各自的政党就是有他的方便行事的地方，但是我是不同意的，因为这么大的事情你把它讲成这样，民进党在那种没有把握的地方都讲，你罢免你的选区的委员，就是等于罢免傅崐萁，你听过没有？没有。就是说傅崐萁的全国性的这个仇恨值够高，那国民党就说，这个大罢免成功了，院长就不是韩国瑜的，柯建铭，这个味道很像吧？味道很像，但是当然可以，这我没有什么道理反对，但是是作践了这个大罢免的正当性还有这大罢免是何其大事你国民党就是无脑章鱼，你知道，我一直讲国民党是没有脑筋，就不晓得要讲什么。你看讲的是骗局讲的是追杀司法不公讲这些，堂主席都讲这些话，我真的有一点看不起真的有一点看不起。为什么？你今天你要承认我最大的失败就是以霸制霸嘛，因为以霸制霸的彻底惨败，才有这个短时间内要抄这个联署书的问题，才有王林也签名的事情，而且这个不管后来那个罪行有多严重了，反正错就是错嘛。那现在剩下3个月，你快也有话讲，不快也有话讲。我觉得党中央真的越快越好，这一点我跟陈慧文的看法一样你要越快越好，赶快处理，做一个了断。你早不了断，晚不了断，还是早了断好？因为你不了断，人家会觉得说你国民党里面连这种事都干得出来，我为什么要挺你反对罢免呢？对不对？你这个听得进去吗？听得进去就是做不来而已不是吗？不是，我跟你讲，老沈有些我同意，有些我不同意的以霸制霸并没有错了。
哦，你罢我都不罢你嘛。问题是，人家民进党已经从去年1月10号选完，1月15号柯建铭就开始跟赖清德这已经商量，人家已经活动1年了，各地的地方组织啊，这个什么人民团体的很认真在那边做了，国民党都不动啊。国民党认为说我要低调啊，说我不要去。这是懒还是傻还是什么？又懒又傻了。哦，然后真的你骂都对了哈，我也气得要死了，都不动，然后都不动以后呢，都发觉说，哎，民进党哇开始把那个连署一大堆人，国民党才开始紧张，紧张也无所谓啊，你反正到了2月20号，2月才到期嘛，哦不行，因为民进党在2月初就要交名单，所以呢你们也在2月初要交名单，那2天你怎么交名单？人家搞了1年呐，你2、3天怎么交名单？那就抄嘛，那只好抄嘛，那抄就会出问题嘛，就是这样。那比如说赖以任就跟我讲，他明明跟党部说，你让我到2月20号，我一定给你签够，就3000个人嘛，不行，你这3天之内交出来，那就要怎么交？主持人，我插一句话，你说抄就会出问题，不是抄就是违法。那不管就是出问题嘛，违法就出问题嘛。怎么抄会出问题？抄就是出问题嘛，所以你不能抄，你一定要，比如说你有党员名册，你请他来签，或是我派人到家里给你签。这都可以嘛？党员会的啦，党员也愿意嘛。他否则当什么党员呢？问题是你就抄，而且另外中间还有死的，好吧？你偶尔有几个死的也有可能，你不可能几年以前死的你还在名单里面呢。那你平常这些地方党工你做什么事呢？你有没有真的认真去跟党员联络呢？哦，不是只要生日发一个卡说啊生日你来聚会，那他不来呢？你知道他为什么不来吗？你只要联络嘛，你党员只要联系要联络感情，你都不做这些事情，急就章。哦，然后才出纰漏，哦，所以真的，只是现在大家不要去扯这个，追究谁的责任也没意思了，因为你现在就一致对外，你只好反霸最重要嘛，你现在去扯这些干嘛呢？哦，如果不是今天你讲这个，我也不想讲这个了，休息一下再回来。这是难过事情哈。彭振声因为台北市的前副市长，柯文哲的副市长哈，那他开庭前接到一个电话，今天这个开庭是要勘验哦，勘验那个检察官当时有没有去威胁他们啊等等一些，因为大概他们说检察官有不当侦讯了，要去勘验这个法官要勘验这个光碟。开庭前接到他太太不幸的消息，大哭，情绪一定崩溃嘛，哦。然后说，检察官，你是要我的命吗？对不对？你的良心在什么地方呢？我是无辜的，我不要开庭啊！我要见我太太最后一面。哦，我不想活了，我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呢？而且他说，我之前所以承认我有罪，就是希望能够交保。因为检察官你讲，你承认有罪，往上推，然后你就可以交保了。哦，然后呢，这个为什么？就是怕他太太担心。啊，结果现在太太已经不在了。所以呢，我意思就是说我干嘛承认呢？啊，那因为他被限制居住在台北，他太太在高雄出事，不能去高雄，所以呢，律师当场就申请要暂时解除限制住居，到高雄哦，去看他太太最后一面哈。听到这消息都很难过了哈。那太太在中庭跳楼，然后呢，这个眼睛这个彭振声眼睛也哭肿胀了哈。那另外呢，民进党党团也说了哈，难过了，无限哀悼了哈，人命嘛哈。那么另外呢，黄国昌就骂检察官说：“你现在逼死一条人命，心里都没有感觉吗？哦，一定要小心了，不要有这种后续的效应哦。如果说有学就很麻烦哈，因为当事人不是只有一个哈。那太太轻生了，所以呢，他说检察官要我的命，彭振声。那么一排网友司法已死，逼死人了，网友当然其他打抱不平了哈。”那另外呢，他说他回到高雄了，哦，说要看妻子生前最后所在的地方，哦，哎，好，我们看一下。救护人员推着轮椅，带着急救包进入台北地院，引起现场媒体的关注。没多久，地院2楼传出一阵凄厉的哭声。前台北市副市长彭振声因为卷入柯文哲金华城的容积率弊案，1号上午开庭，突然接到电话，人在高雄的太太1号上午9点01分坠楼轻生，确定死亡。彭振声当场情绪崩溃痛哭。
太骤逝的噩耗让彭振声情绪崩溃，凄厉的哭声响彻北院，庭外都能听到他的呐喊声。言语中不断强调自己是被冤枉的，国家怎么变成这样？检察官要他的命，检察官的良心在哪里？彭振声哭喊着，太太听到他1号要开庭，受不了打击坠楼，他想去医院见太太最后一面。法警将情绪激动的他带到了庭外，因为他一度哭到站不起来。扶着楼梯，神情哀伤，缓缓下楼。彭振声向法院请假，回高雄处理太太的后事。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赶到法院，在彭振声下楼前，就在1楼的大门等待。就这样逼死了一条人命，你们心里没有感觉吗？在接下来这场奋战中，不管北检的检察官当得连良心都没有，我们绝对不会屈服。民众党也发声明表示哀痛，并强调将极尽全力协助处理后事，并支持彭振声在司法上捍卫清白。雷永平，你这个怎么？他原来是在哪里？我不认识彭振声本人，所以原来不在市政府。对，因为他原来一直是在高雄市政府服务，他是从高雄市政府的公务体系的公务人员一直做上来的。那显然他在公务的生涯里面表现得相当不错。那后来呢，他也因为跟柯文哲第一任的民进党的副市长啊，因为第一任柯文哲刚当选的时候是跟民进党合作的嘛，那他们的那个时候副市长不就是民进党的林清荣吗？那林清荣后来跟柯文哲决裂之后，他还回去陈其迈那里当副市长嘛。那他是因为认识这个林清荣，然后林清荣把他找到台北市政府，从公务局长后来做到副市长的，所以我们必须说，第一个彭振声呢，他非政治人物，他不是那种选举出来的。大家一般都知道说，你如果走选举呢，确实你自己还有你的家庭的抗压性会比较强。为什么？因为你历经了这些事情嘛。可是再怎么强，大家也都很不习惯啊。好像譬如说，我现在看到像牛徐婷、小牛他们现在在面临罢免，家人一定也都是非常的痛苦。所以我每一次看到他们呢，我都很能够感同身受，因为我妈妈光因为他们是我的好朋友被罢免，我妈就搞得失眠都不能睡觉，然后每天在那边拜菩萨说还好你没有当立委了，你不然你遭遇到这个他要怎么办？就说这种家人的状况，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能够理解那个压力，更何况像彭振声这个，他并没有自我选择，他不是一个民选政治人物，他不是自己决定他要去参选，他不是自己要决定面对各种政治风暴。好，可是他现在卷入了柯文哲的金华城案。那金华城这个案子呢，先不管说他到底跟这个威金小沈有没有图利种种问题，可是实际上检察官在整个办案过程，而且羁押柯文哲跟同案相关被告的过程，有没有司法过当？有没有不符比例原则？有没有让别人觉得说非常莫名其妙？这种案子怎么可以变得这么多？这个就好比刚才前面在讲，你不断去搜索国民党党部，大家有在护卫说啊，国民党都没错，他都不是都抄死亡名单都没有，不是啊，大家骂的是你司法不公，办蓝不办绿嘛，因为绿的罢免蓝委的也有抄的啊，也有死亡联署的啊，然后你到你现在一个都不用办，一个都不搜索，然后全部是针对性案。我真的跟各位说，我今天看到彭振声的事情，我非常的难过，就是因为他讲一句话，他说检察官太可恶了，他说我怎么生在这样的国家？你知道这种呐喊，民进党哦，不要轻忽这个事，什么人都有可能触法，但是大家你一定要公平。之前呢，我们还看到一个案子，有一个诈骗犯诈欺了几百亿、200-300亿的钱，然后呢，法院跟他说你要付3亿的保释金，他说我付不出来，法院竟然跟他说那给你带电子脚铐好不好？他说好，结果就把他放出去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这些公务人员，你再怎么样讲，你有那个比那诈骗犯更严重吗？然后你诈骗犯放的一大堆，然后呢，吸毒犯在台湾都要讲人权，卖毒的人你都在跟他讲人权，然后又不可以杀人呢，杀了好几个人还不可以死刑，还不可以死，然后你专门来
迫害这些，其实到底他最后会不会被法院判有罪，都还是问号的时刻。真的，民进党不要做过头了。各位要知道，司法不公是会动摇国本的。当今天连彭正生这样一个一直在高雄市，都在你绿营底下做事，然后只不过被延揽去柯文哲那里，今天就遭到这样的情况，他太太受不了跳楼。我真的必须说，民进党，你一定要了解人的生命这个事情是会有报应的。那当彭正生怀疑说我们这个国家司法没有保障，言论没有自由，我们没有生存的一个基本安全的保障的时候，那我真的要问民进党，你抗中保台，你抗中是不要中国统治是为了什么？你说中国没有人权，你说中国没有保障，那你台湾的司法跟你民进党政治立场不同的人有保障吗？有安全吗？有自由吗？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彭真的儿子啊，因为到警察局做笔录了，啊，太难过了哈，那大悲无泪哈，一滴泪都掉不出来，怎么啊？欲哭无泪哈，那因为他看到这个很惨，那个一辈子大概在脑筋里面哈，大概都很难磨灭那样的悲惨的印象哈。好，这个郑宇怎么看？我想这是一个人间悲剧啦。那我觉得，彭副市长的儿子他其实真的让人很不舍，因为他毕竟真的是蜡烛两头烧，一面看到父亲遭受到不当羁押的对待，然后同时间必须要面对母亲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证明他与他彭副市长的清白。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孩子来说，他绝对是一个非常的重创。那同时间我必须要说，今天司法检调已经失去了完全平衡的状态。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断说司法要改革，有它的迫切性？也就是说，今天勘验的是所谓的讯问光碟。那讯问光碟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有相关的不当讯问？那就今天有旁听的同仁有特别讲到，他们基本上检察官是用询问要不要用你的自由来换，要不要用你的亲人可以相见的自由来换。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让人家非常的不寒而栗啊！如果今天你被羁押了，整个金华城的案件，所有相关人等全部都被你们羁押了9个月，将近10个月的时间，你们还找不到相关的证据，你还不断的要用所谓的自由还有亲情来去交换你的认罪，这个时候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台湾的司法到底怎么了？那同时间呢，今天可以听到彭副市长他特别讲到了，我没有愧对这个国家，一辈子兢兢业业在为台湾的整个建设来付出的一个敬业的公务人员，他居然要撕心裂肺去喊出来，我没有愧对这个国家。那这个时候，请问一下，我们的司法是不是已经变成了刑场呢？如果今天是这样子的话，那真的司法改革的迫切性真的很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有法庭直播，我们要让大家看到这些检察官到底是怎么样子去破坏所谓的政敌的。而且更何况，刚刚永平姐，谢谢你帮我们发声了，特别讲到的。包含了杀人犯，包含了诈欺犯，这些人都可以用非常轻的金额去付了保证金，然后他就有获得他的自由。请问一下，今天柯文哲，今天彭正生，他们到底犯了什么样滔天大罪？如果有证据，该办就办；如果没有，你就该放人啊！更何况你也起诉之后持续的羁押，那这样子不当的羁押的状态之下，请问一下各位民主进步党的前辈们，你们看得下去吗？你们真的看得下去吗？当年的白色恐怖，现在的绿色恐怖，不就是直接的翻版吗？请问一下，他们做错了什么？柯文哲跟彭正生不就是为了台北市的建设在努力吗？但是你现在已经有一条人命牺牲了。同时间，你可以看到过去柯文哲市长他的父亲，他在告别式，我们的司法检调也是非常的无情，只给他了1个小时。那请问一下，现阶段到底还要有多少相关人等的家人必须要去承受这样子的压力？台湾真的是这样子吗？如果检察官你还有一点人性的话，
拜托，请你好好想想，这些人该查的证据、该被关的，你都关了。如果因为这样子，你们还要持续这样破坏下去的话，我相信人民绝对会反弹，人民也不会放任司法持续这样子滥杀无辜。好，现在民众党号召支持者哈，现在集结在北院啊，台北地方法院啊，那小草哦，在台北地检署外面呛，说检察官草菅人命哦，今天温度36度，非常热，今天明天都非常热哈。那现场呢，慢慢有小草在集结了哈。那另外呢，这个黄国昌啊说呢，检察官啊这个用话塞人嘴巴啊，所以一定要有人负责啊。说爆料检察官问案的方式是把想讲的话塞到朱雅虎的嘴巴去啊，朱雅虎也被逼啊。那另外呢，这个陈志汉说呢，彭振声喊冤的对话，说如果我不在了，我的律师可以把真相都说出来啊。然后呢，还说我的国家怎么变成这样？我对得起国家，我为什么要进台北市政府服务？哦，就是要一直替台北市政府，为什么要进去？哈，现在有点后悔哈。我们看看小草的情况。那么今天下午的时候，民众党的党公职，他们是号召的小草们支持者到北检来集结。检察官自己脑袋里面想了一个柯文哲的犯罪，然后呢，要朱雅虎配合他，把检察官自己讲的话变成朱雅虎的证词，达到罗织入罪的目的。我知道我这样形容大家不容易听懂，所以我再说一次，台北地检署觉得我刚刚说这已经不是有罪推定，这是罗织入罪。台北地检署如果觉得我做的不对，把录音档放出来，交给全国各大媒体，让全台湾人来听一听。这如果不是罗织入罪，什么是罗织入罪？来我看。彭振声副市长这个案子哦，因为他今天出来是要去勘验他的当时的光碟，好，就是他们的录音，他跟这个朱雅虎当时的这个内容。可是因为发生这么不幸的事件啊，赶快先把它停止下来。观众朋友，其实彭振声这个前副市长，他现在目前的状况是交保的时间是在去年12月26号。你把重要的点抓出来，为什么现在民众党上下这么气愤？就是因为彭振声副市长他去年9月一开始被收押到12月26号起诉的时候，他是因为认罪，所以呢从6年改判3年。那他在交保的时候就有讲，我绝对不会翻供。可是后来在1月23跟4月1号2次出庭的时候呢，他却回忆到过去的状况的时候，他认为程序是合法的，但因为检察官认为我图利，我就认罪。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法官讲说，所以到底程序合法，但你又认罪，那到底那合法何必认罪？那彭世仁再补一句说，我不会翻供。所以这个过程当中配上今天的状况发生的时候，因为民众党内部应该有跟他一些联系或者怎么样，他讲说，彭振声为什么当时会要求交保，就是为了太太。好，那为什么认罪，就是为了让太太心安？那现在这个状况已经改变了以后，有没有可能好，就是彭振声后续他对于这整个好这个金华城过程当中的图利罪，他认罪的这一部分，会不会改变他的说法？其实是在这一件司法案件上面，大家比较关注的点。不，基本上是这样了哈，就是说，已经压那么久了嘛，哦，检察官也起诉了嘛，哦，那现在只是说可能有人在国外，哦，然后就说他出去会串证，哦，所以一直不放人，这个没有道理啊，对不对？你现在把他一直压在那个地方，哦，照理讲，你既然检察官已经搜证完毕，也起诉他了，那证据就应该确凿。你如果证据不确凿，你怎么起诉他呢？然后一压在那个地方，当然法院也可以压人了，但压这么久的时间压在这个里面哈，那当然啊，这个家属我看陈佩琪也是每天急得不得了哈。那柯文哲身体看看慢慢，我看那个样子也不像原来那种这个精神意义哈，这个精神也不是很好哈。那你知道压多久，要关多久呢？哦，而且你已经起诉了，你自己说你的证据都足了嘛，你才会起诉他嘛。那到底你要拖到什么时候呢？哦，真的有证据就办嘛，而且你已经起诉了，到时候法院开庭就是了嘛。那时候表示你证据不足呢，那既然证据不足，你怎么压人呢？这不是很奇怪吗？你如果足够了就放嘛，你证据已经够了，那表示你的证据不够，你才不敢放嘛。你怕放了以后呢，将来这个你法官不承认你的证据够嘛，不是这样子吗？而且法官开始的时候是把他放了哦，检察官不服气哦，要法官再压，检察官才问说你们要我压到什么时候啊？哦，然后就继续压，就变成这个样子嘛。老沈怎么看？我觉得彭夫人今天发生的这个不幸的事件啊，是金华城案
发生以后最大的遗憾也最大的不幸。你看涉案人有那么多，而他是第一个牺牲生命的，而他的牺牲生命不能证明彭正生有罪，也不能证明彭正生无罪，白死的嘛，公开白天都是白死的，这何其冤枉！我个人有一个信心，就是说，金华城案子的办案不会因为夫人的轻生有变化，也因为这个样子，他的死是白死。不，基本上是这样哈，就是说你现在起诉了嘛，那表示你证据确凿才起诉人家，否则你不能起诉嘛，对不对？那你既然起诉了，那你之所以要继续羁押，就怕几个嘛，比如你串证，或者说你逃亡等等这些东西嘛。哦，串证。那你这个调查都起诉啦，他串什么证呢？对不对？那你就怕他逃亡，你有很多方式嘛，对不对？来避免他逃亡，而且柯文哲他逃哪里去呢？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你一直压他，要关一直关，就很奇怪啊。我说，就是说有没有证据？检察官说有证据，所以我才起诉你嘛。那既然起诉了，对不对？那人其实就在没有定验之前就是无罪嘛。那起诉了，那就起诉嘛。哦，那你起诉了，又把它继续关，一关一直关，而且呢，你关了就赶快密集的审嘛，不是1个月摆在那边1个月哦，然后在今天才开庭，那这1个月里面干什么呢？对不对？你对你法官、检察官讲，1个月好像很快就过了，对不对？你照你的薪水，对不对？对当事人讲，多一天都是多一天嘛，你可以赶快啊，对不对？你到底有什么问题，赶快审啊！为什么1个月、1次2个月、1次3个月、1次2个月这样拖人家？对，我们开庭又很慢，这个都很奇怪吗？来，嘉宇，这台大法律系的，共姐。我觉得发生这种事情，当然大家都是不胜唏嘘啦，也是非常的伤痛的。但是无论如何，我想从过去到现在，以我过去在议会曾经接触到彭副市长，那我印象蛮深刻。那时候彭副市长跟他夫人感情真的是非常好，因为我们出去玩，他还打电话跟夫人报备，然后那时候感受得到就是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常的深。那我觉得一直到现在，彭副市长无论过去大家说他在高雄他有相关的工程公务的专业，然后到台北从一个公务员，那到现在陷入这个金华城，还有其他的这些财产来源不明等等相关的这个，对于他自己本身或是对他的家人的压力，还有这个身心的煎熬，一定都是非常的大。那再加上说，我想这个案子一直持续到现在，社会舆论也有很多不同的这种看法等等，我相信所有的人在这个案子里面都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可是如果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去消费或者做政治性的一个引申的话，我觉得对于死者也是非常的不公平。我们还是希望司法赶快厘清真相，然后赶快把这件事情能够让当事人能够在司法的这个案子里面赶快解脱，否则这样子拖这么久，对于当事人对家属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来，我看。彭正生他现在目前的状态，因为刚刚我看到陈志安有 po 文有跟他对话过，就是我刚刚所提的那一点，现在可能会出现重大的转折，因为图利基本上没有拿钱也有可能图利，只是在问讯的过程当中，检察官或者什么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他原本讲说我认罪没有对社会公布的，那如果他讲说，因为他也不在，我的律师这边讲嘛，我的律师会把真相说出来，那会有什么东西？那有可能对整个案情是否，因为彭正生确实是没有任何金流。当然，之前李树德大巨蛋案也是没有金流，可是没有金流，你确定图利？那你的那个过程当中，彭正生在被侦办，现在目前大家在谈的就是检察官在办这个案子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政治力介入，或者是说你把这个案子，就像刚刚所讲的，好，彭正生是交保的，柯文哲主席还被收押，那你对起诉他，你要押他干嘛呢？除非你有第二个案子，像以前陈水扁前总统他是有10个案子在办，所以第一个起诉了，后面还有好几个，你还要不断的提讯他。所以大家在问的是这个，当然今天谈的是彭副市长跟他的家人的问题了，但整件案子看起来还在继续压这个事情，不，你应该让他出来，然后勇敢的面对一审的结果嘛。对啊，我们是无罪推定。对，我的一直以上是这个态度啦。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李树德的大巨蛋案，虽然我是有跟李树德同事过，我也觉得他是不公的，可是大家并没有出来这样子的抱怨司法，因为李树德他就是他没有被压嘛，所以今天赵大哥讲的是重点。虽然彭正生本人被放出来没有错，可是他是用他的配合所谓污点证人去换的嘛，他认为这样安他太太的心，可他太太会看到说你这个案子还持续啊，柯文哲还在被压，他整个氛围还在那里，他的压力还是会在啊。我补充最后一点啊，因为刚刚有听到那个他在现场的就是情绪非常这个不舍激动的呼喊，好像我讲说我无罪嘛，对不对？
那他先前是认罪，可是在今天彭志成本人说法是我是无罪的。那这个可能在整件事情上面的认知会有很大的差异。不，基本上我觉得这种事这么重大案件就速审速结啦。我们也没有要替谁讲话不讲话，就是看证据说话嘛。那你已经起诉他了，那你把他压这边干什么呢？你已经起诉，理论上你起诉一个人，表示你的证据很确凿才能起诉啊。那是不是表示你证据不足呢？所以你怕呢？怕到法官说你证据不够呢，所以继续把他压这边。那你压这边就赶快问嘛，对不对？你一压，你看1个月才今天来看1个月都人家关在监狱里面，那个对一个人权是多大的一个剥夺？1个月都没事啊，你在外面逍遥过日子啊，让那个法官、让那个检察官、当事人在监狱里一待就这么久时间了，一待就是1个月、2个月这样待啊，来慢慢的问，慢慢的审，对不对？就当事人是度日如年嘛，所以你没有说你不能够压他，不能关他，不能问他，快一点总可以吧？对不对？你把拖就把人家拖死了。超达哥，我还有一句话。好吧，现在人人自危哈。5月天的一个女粉丝，她到自强隧道拍自拍啊拍照，然后呢就被一个男子不知道是什么，反正侧翼啊、青鸟啊都不知道他身份了公审然后呢他因为怕吃官司，所以呢悄悄把他的账户把它锁起来了，不让人家看为什么呢？5月天女粉丝去拍自强隧道干嘛呢？5月天有一个歌曲叫《任意门》中间有一个7号公园出事的是那个3月，自强隧道漫长的像永远，的确啊，开自强隧道开很远，有时候光线还有可怕所以呢漫长的像永远，所以呢这个女子就要去拍一下自强隧道，粉丝嘛我的偶像喜欢什么唱歌，我就去拍一下嘛那其实很多时候很多城市就要在电影明星或歌手编一个歌，然后那地方变热门，就希望能够吸引观光客嘛那所以他拍5月天讲的隧道，所以呢这个青鸟这个男子呢就逼他删照片，你拍什么？你拍这干什么？你拍这个自强隧道干嘛？是不是将来共产党要来，从这边这个就从士林跑到台北市来，所以逼他删除照片，你这是强制罪了，你怎么可以逼人家删照片呢？人家没有拍你，没有拍不当的这个景而且自强隧道也不是什么国防要地，又公审他，你干嘛？你真的那结果呢，被人家现在抖出来以后呢，偷偷把账号锁起来然后呢，所以呢，网友就说，哇，一个女游客拍自强隧道，被逼删照，被逼公审，网友就说以为来到北韩呢那另外呢，这个馆长昨天就也去拍一下给你们看而且呢，拍大展宏图，跑到这个自强隧道，30秒就吸了22000个按赞然后放话说青鸟假赛了那另外呢，这个蓝营就说，那郭玉琴对不对？这当时不是也搞这种，也去逼人家吗？那你是不是双标呢？那林楚英玩抖音就可以了别人上抖音就不行了所以为什么要被你青鸟来公审呢？就网友这样去问了那所以呢，现在变成了说郭玉琴们就表示就干涉人家，问人家到底你在拍什么嘛？国民党就赖清德现在不是讲团结是你这样能够团结吗？不造成社会对立吗？是不是要停止你们绿营这个青鸟啊、侧翼不要去扰民了嘛？对不对？我就拍个照又怎样呢？有什么国防机密？有什么国防机密呢？而且他还讲说这个人说他什么这个港澳来的明明有大陆口音，根本不是港澳来的。后来我刚刚问他们说，就是港澳来的，这就是港澳来的因为港澳那边蛮迷这个5月天的所以呢，国民党说你郭玉琴是不是应该辞立委？你到变成一个人家这个模仿的一个对象，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你在拍什么？给我删掉别墅里面唱 K， 馆长到自强隧道拍片，还用抖音歌曲《大展宏图》当背乐，一次帮日前5迷跟台湾厂商遭出征，用行动来支持，并在脸书向青鸟放话。不过确实在路上被猎物，民众走在街头真的有感。有时候工作需要，我可能会拍一些东西，会有点紧张就是因为旁边有路人经过，就会想说，我会不会等下又被
肉搜还是什么？平常就在街头拍照片，但在此刻氛围真的害怕，因为类似案例不止一起。万老师一个开头。造成了大规模的一个模仿现象，指控就是从郭玉群模仿起，更列举社群贴文少说就有6+N，有民众拍到 Apple 街警车，质疑有可能是中共伪装，还 take 民进党账号应该处理，甚至 Uber Eats 的外送车厢贴上越南国旗遭质疑，是否要送到两岸一家亲手上？青鸟完完全全搞不清楚状况。越南新住民秀国旗也被当成中共同路人，连这个苹果公司美国苹果公司都变成了中共同路人。难道民进党真的自绝于国际了吗？认为模仿猎物是公审霸凌，并把对象指控是青鸟们。面对这样的议题的时候，要清楚的掌握住中共的一些企图。同时间也不要轻易被分化了。在此刻猎物秀看似日常，被国民党点名的郭玉琴低调表示没有要回应。小牛，以前我们大家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安分守己、奉公守法、认真工作、生儿育女，过着平静的生活。面对政治的题目，大家意见不一样，我们可以讨论、可以辩论，甚至吵架。反正到了最后，民主投票，少数服从多数，这是我们大家认知的民主。但现在，你只要意见跟执政党不一样，你就变成杂质。你在路上拍照，你会被人家拦下来，他会检查你的手机，要删掉你的照片。幼台的大哥哥只是因为唱大陆来的大展宏图，他的电视台就会打电话被客诉，影片就会被强迫下架。选出来的市长看不顺眼就搞罢免，栽培出来的立委也一样，看不高兴就要把你下架。这就是现在的社会氛围，这不叫民主。这是独裁，这是一言堂。我只问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要由这一群不讲道理的极端主义者说了算？如果你也觉得听他们的话，配合这些荒唐的猎巫行为很疯狂，你不同意，请你在7月26号出门投下不同意罢免。嘉义。我觉得当然，最近有一些少数极端的一些例子，确实让大家觉得有点不安。但是我相信多数的民众还是非常的理性，而且我们也都是很和平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馆长去自强隧道去拍这些影片等等，我想也没有受到什么阻扰嘛。所以也证明说，其实多数台湾还是欢迎大家可以来这个拍照啊、旅游观光。国防部也告诉大家呀，都欢迎拍照。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去刻意的去扩大或者去引申，反而会制造更多的问题。来，振宇，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1年来极端的激进分子它是突飞猛进的增加，变成是说人人都是警种，人人都在窥探别人的隐私。我觉得这是赖清德他整个执政下来的一个危机，必须要小心的是，我们现在台湾的民主自由是毁于在赖清德手上。那老沈，我觉得把馆长跟郭玉琴相提并论是蛮有趣的，因为他们的反差其实是不小的。他们2个人相同点就是话题性都很高，而且流量都很高。但是郭玉琴是不分区委员，是演艺演员，是民进党提拔的，所以呢，他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但是他原先也没有那么，恐怕也没有恶意，他是说要保护那个小孩子的隐私权。但是问题是，大家一路效法下去，但是他也道歉了。所以这个事情应该很快就过去。那馆长有点不一样啊，馆长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我必须讲他很厉害，他的厉害不低于你但是他话多了，有的时候就会犯错。他像今天说台湾的人民的性命是操控在14亿人口的时候，这是不管你怎么凹都是犯错的。但是馆长是三方红的、蓝的、绿的、白的，不管什么颜色的人都怕他。都怕他，但是也都愿意称他。高嘉瑜当然就去他旁边唱过歌了啊。姚伟汉，疑神疑鬼，看到别人在拍东西，要别人说把它删掉给我看，这是涉犯强制罪的，根本就不该这样。为什么会发起这个？为什么这个风潮？其实刚刚郭义雄委员他已经道歉了嘛。但如果还有就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应该要有人出来。